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。今晚我们要聊一本你小时候可能听过、看过，甚至背过的小书《增广贤文》。它真不是一本只能应付语文默写的小册子，它就像那种看起来不起眼，但一打开全是金句的朋友圈老熟人，每句话都像是从生活里抠出来的，句句直戳人心。关键是它居然还不是一本正经写出来的书。增广贤文不是一本书，这句话乍一听像是歪理，但你再听一次，就会觉得它还真挺有道理。我们小时候读增广贤文，读到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总以为这是哪位古代大儒写的。到了静水知鱼性，静山识鸟音，觉得这书的作者肯定住在山水画里。再到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你忍不住想问一句，这作者是不是诸葛亮转世？但你要真去查，就会发现增广贤文根本查无此人。没有作者，没有明确出版时间，也没有第一版。说的直接点，它就是古人用剪刀加浆糊做出来的。怎么剪？从《论语》《左传》这些老祖宗的书里剪，从民间俗语、街头顺口溜里剪，甚至还从佛经道书里顺手拐几句，然后一股脑粘在一起。增广两个字不是白叫的，就是不断的剪，不断的贴，不断的增广。一本我们小时候被老师要求背诵，被奶奶拿来念叨的古书，竟然是这么随性生成的。更离谱的是，它还特别有市场，特别耐听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讲大道理，它说的是日常感悟。你不会因为听了一句自小多才学，平生志气高就去考状元，但你可能会在获得成功之后想起那句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告诉你自满会招致失败或损失，而谦虚则能得到好处或益处。这本书最早的样子可能只是一张小纸条，像什么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这类句子，在明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在坊间的小印刷品上了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出版社，也没人搞版权登记，印书就像印请柬，刻个小板子，印一批出来，走街串巷卖。而这些印刷小纸条其实就像古代的朋友圈签名图，一句话一个画面，一句话一个心情。你可以贴在墙上，可以送朋友，也可以传给子孙当规矩讲。慢慢的，这些句子被人们打包起来，有的说这是一种贤文，后来又有人觉得这些贤文还不够全，就给他们加料增广了一下。于是你猜怎么着？一本新书诞生了。但这个新书的定义也非常弹性，不同地方的版本各不相同，有的只收了100来句，有的干脆像年夜饭菜单，一加再加，最后成了几百句的混合语录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句子本身也在打补丁。你在一个版本里看到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在另一个版本里可能就变成了君子爱财，行之有方，反正都差不多，意思到了就行。而这本被时间拼出来的书竟然活下来了，而且越活越有名。你在清朝时期的家属里能看到它，你在民国初年的私塾里还能见到它，哪怕是现在一些小学门口的文具店还卖那种10块钱一本的增广贤文，封面印着一只特别好笑的小老虎，仿佛他也懂这些句子的精髓。我们可以说，增广贤文就像一锅老汤，谁来都能往里丢点料。你想讲道理可以，你想劝人也行，你想表达点世道人情的无奈，他一句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就能替你说完。
但真正让它被一代代人记住的，不是这些句子本身，而是它的随和感。它不像《论语》需要思考，它也不像《资治通鉴》讲起朝代变迁会让你打瞌睡，它就像你家隔壁的老大爷，在夏天晚饭后的巷子口，一边扇蒲扇，一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你要记得，别吃眼前亏。”你以为是玩笑，其实是告诫；你以为是随口一句，其实是千锤百炼。所以说，增广贤文根本不是一本写出来的书，它是人们活出来的，是父母口中的叮嘱，是街头巷尾的闲聊，是菜市场阿姨砍价时蹦出的一句吃亏是福，是你失眠时想起的一句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，是你看透职场时默念的那句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今天我们看增广贤文，其实是在看一个时代的情绪存档。每一句古语都是某一代人总结的避坑手册，是他们对命运的回击方式。不是为了博你一笑，也不是想教你多高深的道理，他只想告诉你一句：这世道吧，有点复杂，但别怕，你不是第一个踩坑的人。在说增广贤文是穷人家的口头教科书之前，我们先来换个视角想一想，如果你是生活在清朝末年或明朝中叶的普通百姓，手里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图书馆，也很可能没有条件上学，那你该怎么获得点处世经验？怎么知道做人要有分寸，说话要讲技巧，邻里间怎么打交道？这时候增广贤文这种东西就派上了大用场。它不像四书五经那样高高在上，也不像帝王将相的传记离你108000里。他说的话都是你能听懂的，听得进去的。而且最关键，他帮你在没踩坑之前，就先把坑给画出来了。比如那句利人利己，天经地义，你听着是不是像你妈小时候说的那种别光顾自己，得讲点良心？又比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这不就是农村外婆家挂在灶台边的那幅红纸条吗？这些话不复杂，但他们能扎根，就是因为他们贴心、接地气，而且能让普通人听完就记住。而在那个读书是奢侈、识字是特权的年代，这种听得懂背得出的句子就是知识的主要形式。他们不是为了考试写的，也不是为了炫耀写的，而是为了生活。你不用每天对着书本念格物致知，你只需要在给娃煮粥时顺口一句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娃听了就记住了。于是一家一户，一村一巷，靠的就是这些话，慢慢把怎样做人传了下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句子几乎是口口相传的结果。家里有长辈识字的，就会念给下一代听；识不了字的，也照样会讲，因为听得多了，早就能背了。你想想，是不是很多人小时候都被大人说过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？这不需要认字，听多了自然烂熟于心。所以，增广贤文不只是一本书，它更像是那种家庭版本的德育读本，在口口相传中流传、补充、升级。他是市井里的语文老师，什么叫做人要稳？什么叫说话别冲？他不讲抽象的大道理，而是用1、2句顺口溜就让你明白。比如那句宁可正而不足，不可邪而有余，就是告诉你走正道虽慢，但走邪路你早晚栽。又比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明明看着像佛家用语，其实就是老百姓版的心安理得最重要。而这种口耳相传的模式，让增广贤文的影响力像野草一样
不需要精心浇灌，哪怕风吹雨打，它还是能一代代活下去。甚至到了今天，很多不读书的叔叔阿姨也能说上一两句这书里的内容。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那是从哪儿来的，但就是觉得这话对，有味道。它不是知识体系，但它是人生提醒器。你年少轻狂的时候不当回事儿，等你工作吃了亏，才会突然想起，话多不如话少，事多不如事少。你在感情里付出过头，才会明白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你在人情世故中走了一圈，才懂那句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是多大的智慧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这本穷人教科书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它能让你升职加薪，而是它能在你最烦躁、最困顿、最想破罐破摔的时候，突然冒出一句话，像是你早年听过的碎语，又像是你心里某种声音的回响。这就像你小的时候走夜路怕黑，你爸妈不会给你讲光学原理，而是会拍拍你说，不怕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考试没考好，他们也许不会分析题型错在哪儿，但他们会说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这些话你小时候听了觉得是废话，但你长大了，走过了很多地方，才知道他们比什么都值钱。而这些语句之所以深入人心，是因为他们不是被讲授的，而是被生活喂下去的。你没空去背它，但它总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，好像它早就在你心里种了根。你失恋了，它跳出来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创业失败，它跳出来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所以说，这不是一本主动去读的书，而是一本被生活读进你身体里的书。它像老一辈人的唠叨那样温柔，又像苦口婆心的街坊邻里那样热心。他甚至不在乎自己是谁写的，从哪儿来的，哪一版最权威。他只想把那些让你不至于太拧巴的智慧悄悄塞进你脑子里。讲到这儿，咱们得承认一句话，增广贤文之所以活得久、传得广，不是因为它学术高深，而是因为它够好用。不是用来做论文的，是用来度日子的。就像老一代人常说，能说会道不如有理有节，会读书不如会做人。增广贤文恰好就站在这两者之间，替你在生活这门课上打了很多提前量。而当他以穷人家的口头教科书形式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之后，它也逐渐成了一种集体记忆。你不一定全都背过，但你总有几句熟悉。你不一定敬畏它，但你总会默默点头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？增广贤文明明影响了几百年，却从来没出现过一个作者。不像《三字经》通常被认为出自南宋王应麟，当然也有不同学说，也不像周兴嗣写的《千字文》，更不像是孔子门徒及再传弟子所记的《论语》。增广贤文就好像某天早上醒来，它已经在你家书架上了，没有人知道它是谁写的，也没人知道它最初是怎么开始的，而且也从来没人出面说，对，这书就是我写的。你说它神秘吧，它一点也不装神秘，全靠群众智慧。你说它草率吧，它又句句有料，字字有味。就是这么一本不署名、不盖章、不走程序的书，居然能在书海里一混就是几百年。所以我们才说，增广贤文是一种自发生命体，它没有一个人拍板定稿，也没有编辑部审定出书，更没有版本说明书或者后记什么的。它就像一个穿越时间的段子手，站在历史边上，
一边听人聊天，一边把好用的句子抄下来，然后凑一凑，拼一拼，就成了一本书。最初，增广贤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？有研究者说，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西石贤文。那本书其实就是一堆语录拼贴，一句古语配一句俗话，句子之间有点像对联，读起来顺口，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强的逻辑主线。到了明朝，这个西石贤文被扩容了，人们不断把新句子、新典故加进去，一句不够就两句，两句不够就10句，然后加着加着，书名也顺便改了，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增广贤文。增广这2个字就像一块公告牌，欢迎来投稿，合适的都能往里塞。什么举头3尺有神明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只要顺口，只要有用，全都能收录。你说它像不像现在的 B 站合集区？每个人都能加料，但谁也说不清最初是谁开始剪辑的。而增广贤文之所以没有明确的作者，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，它根本不是一个人写的，也不是一次写完的。它就像那种一代人传一代人做的腌菜坛子，你往里放姜，他加点蒜，后面那位再加点辣椒，久而久之，它就有了自己的味道。而这个味道已经和谁最初开坛的问题没关系了。这种匿名智慧的诞生方式在古代并不少见，尤其在市井之间，坊间俗语、门口对联、墙上的口号，很多都是这样来的。一句话出自谁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句话够不够实用，好不好记，能不能让人一听就点头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它就是一种低门槛、高传播的内容模板。你要说它没作者吧，也不完全对。它的作者其实是千千万万讲过这句话、听过这句话的人，是乡下教私塾的老先生，是茶馆说书的讲客，是走街串巷的货郎，也是你家后院那个讲究老理的外婆。每一代人往里添一点，每一代人再往下讲一点，久而久之，就有了这本没有版权却有共鸣的书。有时候你也会好奇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用的增广贤文版本看起来都那么像？有没有谁整理过它？答案是有，但很晚。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，有不少刻书匠、书商，甚至是私人书局，开始把这些零散的句子收集起来，编辑成册，打上封面，印成小书。有的叫增广贤文，有的叫古今贤文，还有的干脆叫古今贤训，名字五花八门，但内容都大差不差，基本就是经典语录大合集。他们的操作其实跟现在搞短视频剪辑号差不多，把好句子剪出来，顺一顺，排排版，加点小插图，再取个喜庆封面名号，比如启智宝书或世代传家金言，就可以摆在街角摊子上开卖了。1分钱1本，包教包会，效果比你去听100场讲座都强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就误以为这是一部有正本的书，但其实没有，它一直都在流动，一直都在被使用、被改写、被口头传颂。每一句话的来源都不同，它就像一个文化拼图，每一块都来自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生活场景。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在增广贤文里同时看到忠厚传家久和逢人只说3分话。前一句像是老实人写的，后一句像是老江湖说的，风格完全不搭，但放在一起竟然也不违和。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写的，它本身就是个众口著书的产物。如果你今天在翻看增广贤文，突然觉得这句像出自《论语》，那句像是邻居王大妈昨晚骂人时说的，
那你别觉得奇怪，它的确就是什么都能来一点的大杂烩，而这正是它最强的地方。它从来就不是为了统一标准而存在的，它就是一种情绪的出口，经验的总结，生活的提炼。它是没有作者的书，却是最多人共同完成的一本书。它没有封面上的名字，却有千千万万个代言人，或者说增广贤文的作者就是你我。明朝是个特别讲排场、讲面子的朝代。别的不说，你去看看那时候文人的日常，出门要披长袍，吟诗要配香炉，连喝个茶都要讲究3道水7泡法。可偏偏就是在这么一个文化讲究的发疯的年代，街头巷尾最受欢迎的智慧读物，居然是一本拼贴的增广贤文。这事儿听起来像段子，但它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大秘密。明朝人特别爱搞语录大赏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时的文化人，尤其是那些小有名气但考不上状元的书生，最擅长的不是写长文论证，而是把一堆有道理的话一句一句串起来，像写顺口溜那样写人生经验。而这种风格刚好就是增广贤文的气质源头。你想啊，在明朝那个科举等于人生全部希望的年代，很多人一辈子寒窗苦读，结果连个秀才都没捞上，那心里能不憋屈？他们开始反思，读书到底图个啥？难道只是为了考取功名？可那些考上状元的未必活得幸福，没考上的难道就没资格讲点道理？于是一部分文人就开始搞另类文化输出了。他们不写八股文，改写短句子，把祖宗的箴言从《论语》《左传》里扒拉出来，剪辑成一句话的金句合集，每一句都像微博上的人间清醒、通俗、直白，还不乏点小心机。比如守口如瓶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听着是不是比言多必失还要震撼？又比如举头3尺有神明，是不是比要做好事更具视觉冲击力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印刷业在明代空前繁荣，小书坊、小印铺遍地开花，这些语录大赏就顺势印成册，在茶楼、当铺、香烛店随处可买，便宜、薄、小巧，适合口袋携带。很多读不起书的百姓也能花点小钱买一本增广贤文，拿回家念给小孩听。久而久之，这本书就不再只是文人玩票用的剧集，而是变成了一种家用版的智慧手册。明朝文人还有个习惯，特别喜欢模仿别人写东西，他们觉得原创太累，反而更推崇仿作。你写了一个西施贤文，我就模仿你的结构，再写个续增贤文，你凑了100句金句，我就加到300句，还顺便起个更响亮的名字，比如增广贤文大全，反正你一句我一句，凑得热热闹闹，一本书就出炉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增广贤文从一开始就没有标准版本。你今天在南京买一本，明天到成都买一本，内容也许只有一半重叠，剩下的全看是哪位印书的先生当时心情好不好，愿不愿意多印几页。而这些增广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明朝人偷偷发挥聪明劲儿的方式。他们不说自己没出息，只说时也命也。他们不哭穷，只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他们不抱怨考不上功名，只顺嘴念句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然后一边念一边给自己找点心理平衡。你说这是自我安慰也行，说是文化产物也不为过，但你不得不服，这些话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有味。增广贤文里的一大特色就是它不怕重复，不怕俗套，只怕你听不懂。
哪怕一句话前人说过无数遍，只要它依旧好使，那它就有资格留下来。而明朝文人之所以愿意搞这种语录串烧，除了省事以外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，这玩意好卖。在那个出书就是生计的年代，很多寒门文人就是靠编这些民用语录书谋生的。他们不指望一鸣惊人，只想图个温饱。于是，讲做人的话多来一点，讲处事的道理添一点，最好还能顺带给你几个好名字，比如安之若素、宁静致远之类，方便你将来给孩子起名。他们还会有意地加入一些幽默小句，比如宁可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你听着觉得有点拽，其实背后意思就是别搞歪门邪道。再比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再少年。乍一听像抒情句，其实就是在提醒你，机会转瞬即逝，别等老了才后悔。明朝人的这些编排手法也影响了后代无数版本的增广贤文，直到清代、民国，甚至今天的通俗文化，都还在沿用这种短句打包加一口气念完的风格。增广贤文在明朝之所以能迅速走红，不是因为它高大上，而是它接得住地气。无论是读书人、买菜人、街头算命先生，甚至庙里的道士，大家都能从中找出自己那一口理。有人念它是警句，有人听它是真言，有人背它是台词，还有人拿来当千文解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你心里最想听的那句话，也像一本说明书，教你怎么在复杂人情世故中保住底线，又不至于吃太多亏。你说明朝文人不靠谱，他们反而搞出了最靠谱的一本智慧合集。你说他们喜欢抄，他们却抄出了影响几百年的京剧神书。所以别再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增广贤文是不是正统文学，他从来就不是那条赛道的选手。他是一群文人边走边写，一群百姓边念边传的产物。他活在对联上，活在店铺门头上，活在灶台边，活在你奶奶从前说过的话里，而这些才是真正的流行文化。现在我们来聊一个增广贤文的隐藏主角旧书摊，说它是这本书真正的发行中心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在还没有出版社、没有 ISBN、没有统一教材的年代，书是怎么流通的？靠的就是这些在大街小巷蹲点的小书摊。你走进一个热闹的庙会，或是穿过一条闹市巷子，总能看见那种用木箱架起的小摊子，上头摊着各种泛黄的帛书册子，一本5文钱，3本还能打包价，买2本还送一支劣质毛笔。而在这些书里，卖的最好、最不挑读者的，就是增广贤文。这是为啥呢？因为它太百搭了。不论你是3岁小儿还是7旬老人，只要你识几个字，或者你家有个识字的亲戚，它就能派上用场。读书人当它是补品，觉得句句含理；做小买卖的人当它是招财口诀，放在店里保个平安。连混江湖的也会挑里面几句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这种实用技能，背下来防身兼防人。于是他自然成为旧书摊的常驻艺人。你如果有机会穿越到清末明初的街头，不难看到这样的画面：一个穿着褪色布衣的老先生坐在书摊后面，手里捧着一本已经翻烂的增广贤文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身边围着几个小孩，眼睛亮亮的听着。或者一个年轻人蹲在地上翻书，最后犹豫不决地把一本增广贤文和一本五虎平西一起抱走。前者教做人，后者教打架，都得学。
而这本书之所以行走江湖，完全是靠这些书摊撑起来的。没有书号，也没封底推荐语，更没有哪个名人写序推荐，全靠内容硬、口碑广、传得快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便宜。那时候印刷技术还不发达，很多书都是用雕版印刷的，一块木板刻下来能印几十张。内容越短，格式越简单的书，就越容易被排进量产名单。增广贤文刚好符合这些条件，句子短，图案少，页码低，压根不占版面。印书的成本低，卖书的风险小，读者还多。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古代畅销品的天花板？旧书摊贩卖的版本也是五花八门，有的是完整版，厚厚一大本，几百句金句集锦，包罗万象；有的是口袋本，小的能塞进衣襟，一出门就能带着走；还有的是配插画本，一边一句闲文，一边一幅工笔小画，看起来像低配漫画书，最适合小孩认字的时候当启蒙材料用。而书摊老板也是一肚子生意经，他们知道这书适合送人，也适合自己留着看，所以逢年过节还会特意印一些红封皮版或金边版，卖给要嫁闺女的家长，要考科举的学生，要开张做买卖的铺主。你不买还不行，因为老板会盯着你说，这书啊，买一册送平安，念一遍走好运。当然了，那时候的人也不傻，很多人并不是真的信这些话神奇，而是信它靠谱。因为太多的长辈、老师、亲戚、左邻右舍都说过同样的话，说的多了，久而久之，你也就记住了，也就信了。你还会发现一件特别妙的事儿，这书很多人根本就没读完过，但他们却知道它的很多句子。怎么回事？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设计成要从头读到尾的书，它是让你随便翻开一页就能拿走一句话的书。你心烦了，翻到善恶到头终有报；你挨骂了，翻到宁可正而不足，不可邪而有余；你失恋了，翻到知人知面不知心；你穷得叮当响时，翻到家财万贯，不如薄技在身。立刻觉得这书真懂你，甚至比朋友还贴心。也难怪有人把它称作流动的心理抚慰包。还有一些摊贩会直接把增广贤文内容印在红纸上，裁成小条，一条一句，专门卖给开业或搬家的顾客，贴在门框上或者镜子旁，保平安、旺家运、教孩子做人。你细想，是不是特别像现代人把人生语录贴在手机桌面上一样？在很多村镇，这本书还能作为家庭规矩的传承媒介。有些老人10几个字就能带着小孙子一边看一边讲。来，今天我们讲这一句：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你听懂没？小孩点头，老人就笑。其实听懂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件事。坐下来，一起翻书，一起说话，一起记住一些道理，这才是增广贤文的意义所在。可以说，这本书不是靠学校发扬光大的，而是靠摊贩和家庭一点一滴播种出来的。你从旧书摊买回去，它就成了你家的精神家当。翻久了，念多了，它就变成你心里的备用指南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只要你还在面对人情世故、起起落落，这本书里的话就永远不过时。而旧书摊呢，他们也像这本书一样，一直在街角静静等你。他们不大声吆喝，也不追热点，但总有那么一批人愿意弯下腰去翻一翻，在那一堆旧书中找到一句老话，带回家，带进心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增广贤文其实特别适合说出来，比读出来更有味。那些句子啊，节奏短，
押韵顺，寓意浓，听起来像顺口溜，背起来像口诀，讲出来就像老祖宗在耳边絮叨。这不是巧合，它天生就是为口耳相传而设计的。我们之前聊到，很多人买《增广贤文》不是为了在灯下研究，而是为了在饭后茶余、农闲夜晚、灶台边、门口树下能念两句道理。你家里有长辈的话，十有八九都说过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他们不一定认得书名，不知道这出自哪，但他们一定知道这话是对的。这就是增广贤文的厉害。在古代，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识字的，但这不等于他们不讲理，也不等于他们不懂道理。只是读书的门槛太高，所以一切知识必须变得口头化、口语化，才能在普通人之间传播。而增广贤文恰好就是最成功的那一批口头知识。咱们来看看那些句子是不是都短小精悍？什么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千学不如一看，千看不如一练。节奏感强，重复结构多，语义直接。就像老中医开的方子，每一帖都讲究入耳即入心。很多时候是奶奶一边洗碗一边跟小孙子念叨的，是父亲一边修农具一边对着儿子说这些话的，是邻里吵架后大伯站在墙边劝架时脱口而出的句子。你说它像不像一种古代版的语音提醒？没有提示音，但句子本身就带节奏；没有插图，但句子背后就是画面；没有标注情绪，但每句都是经验的回声。这就是口耳相传的威力。而且增广贤文不仅能让话传下来，它还能保留语气。比如那句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，你用一种半调侃的语气念出来是劝，你换成语重心长的语气是告诫，你再换一种带点怒气的语气，立刻变成一句带刺的话。它给你内容，也给你语感空间。它不像《论语》得字斟句酌的翻译，也不像《诗经》得靠老师讲背景、讲典故才能懂。增广贤文从来都是你一听就懂，你一念就记，你一记就开始用，这让他拥有了超强的环境适配能力。庙会上能念，家里饭桌上能念，赶集时能念，连婚礼上都能念。有些版本里会特别收录嫁女守则、为人母须知之类的段落，听起来像规矩，但其实是传统生活里的指导手册。比如男女不和，一家不安，翁姑不睦，两头不甜，你就能想象是谁在婚前讲给谁听的。还有些时候，他干脆成了说书人、算命师傅的专业术语库。你听他们念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后面八成就要接一段故事了，或者来一句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，底下就要掀起一段孝子经变仇人的曲折剧情。这些句子像机关暗扣一样，在各类场景中都能被触发、激活，释放出智慧光芒。说得高一点，它是活语言的文化资产；说得直白点，它就是老祖宗的处世金句备忘录。而这样的传播方式，也让增广贤文的生命力不只靠书，而是靠人。书可以破，可以丢，但只要人记得，嘴里还能说出来，它就还在。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画面特别打动人：村头的榕树下，几个孩子围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那老人拿着一根竹棍，边在地上画圈，边念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孩子们一边听一边点头，然后有人悄悄背诵了一遍。这一幕可能没有一页纸参与，
但增广贤文就在这一传一授之间又延续了下去。他没有电台，也没有视频号，却能用嘴对耳的方式完成了几百年的人际传播。而这种传播方式也恰恰决定了它必须浅白，不能拗口，不能复杂，不能让人停下来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否则你一句没听懂，它就断了传播链。所以他的语言风格永远追求通俗得体，不说废话，句句是梗。这一点倒是比很多现代写作还先进。你再看看现在的短视频、脱口秀段子，还有那些平台上的爆款语录，是不是也都在往这种风格上靠？可以说，他是把道理这个东西尽可能压缩成听得懂的音频版本，然后通过无数个普通人口中一代代的播放出来。你小时候听过，长大自己说，再讲给别人听。它不在课本上考试，但它一直在你的生活里复读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增广贤文是乡音中的智慧课本，一点也不夸张。更妙的是，这种传播方式让它在内容更新方面也更灵活。人们不拘泥于原文，只要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，就往书里加，加的多了就有了版本。你家讲一句，他家讲一句，说久了，两句话都进了增广贤文。这本书几乎是被嘴写出来的。也因此，我们要理解，增广贤文之所以火，是因为在千千万万人的柴米油盐的缝隙中，说了几百年，听了几百年，信了几百年。一字一句中都是生活里的口音，时间的痕迹和人心的回声。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，这一句你一定听过，而且听过不止一次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句话是怎么留下来的？是谁第一个说出口的？为什么被写进了增广贤文，还代代流传？这正是增广贤文的有趣之处，每一句话背后都像藏着一场戏，一段故事，甚至一段命运。我们常常觉得增广贤文是句子集，但其实它更像一场生活短剧，每一句都是一句台词，而说这句台词的人可能是父亲在训儿子，可能是邻居在劝朋友，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在你最低谷时给你的一句点醒。这种生活剧本感才是他能活下来的核心密码。比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听起来像是提醒，但其实背后是一位年迈父亲把自家田产分配不均，最后引发兄弟反目，悔不当初时的总结。又比如宁向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，这不是嘴上说说的正义，而是一个书生为了不与贪官同流合污，宁愿辞官回乡的选择。每一句话可能都埋着一个小剧本，而这些剧本正是过去的普通人在生活里真实演出来的。他们没法写长篇大论，也没法留下历史人物的高光时刻，但他们留下了一句话的经验。这句话精炼简洁，但能穿越百年，击中你心里那个我也遇到过的瞬间。于是你会突然觉得，这不是历史，是亲历。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这一句背后，你是不是能想象一个被上司误会、被同事排挤的小职员，在回家路上默默念出这句话，然后沉默地叹口气？不信，但看言中酒，杯杯先劝有钱人。是不是像极了你在聚会上发现，有人永远被捧，有人永远在边缘？这就是增广贤文的厉害，它不是写给好人的，也不是专讲高尚的，它讲的是现实，是多数人活在现实里学到的不说破的道理。而这些道理一旦被浓缩成一句，就成了记忆锚点，你一看就懂，
一听就认，一念就信。它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经书，讲理不讲利；它也不像哲学书，先设问题，再论证，再归纳。增广贤文从不拐弯抹角，它直接给你结论。这句话出现的时候，通常已经是剧情高潮的瞬间，你不需要背景，不需要上下文，它就像剧本里的一句狠话，一句台词，戳人心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看了很久的一本书，你记不住章节，但一句话你永远记得。这就是台词剧的魔力。增广贤文从头到尾几乎全是这种台词剧，它不解释，不铺垫，直接给你结果，让你拿去用，这才是它最迷人的部分。而你越去追溯这些句子的来源，就越能发现它们不是凭空捏造的，有些出自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有些出自佛经、道藏，更多的是出自生活。人和人交往中总结出来的东西，失望之后悟出来的东西，挣扎之后说出来的东西，这些句子不属于谁，属于每一个人。你会看到增广贤文有一整套家庭教育剧本，比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这话说的毫不客气，却一直被沿用。还有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学，子之罪。把责任划得清清楚楚，谁听了都不能躲。他还有社交剧本，话多不如话少，事多不如事少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这类句子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前辈，告诉你交朋友要留后手，说话要有分寸。他甚至还有人生剧本，三思而后行，三省而后身，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讲的是在命运面前的自我修炼，告诉你人这辈子不是赢在聪明，而是赢在稳得住，扛得住，放得下。所以增广贤文不只是金句拼贴本，它其实是一本剧本式智慧书，每一句都是上一代人留下的一条生存提示，而我们在不经意中把它们变成了下一代的口头禅。你小时候听过这些话，可能当时没太在意，但你长大之后某一刻突然记起来，会有种原来早就有人提醒过我的后知后觉。这种事后型领悟才是这本书真正的威力。它不像考试用书那样急着让你懂，而是等你的人生走到那个节点，自己会想起。而每当你想起一句，就像按下了一个小剧本的开关，画面感、情绪感、故事感一起涌上来。这时候你才明白，这些话不是写在书页上的，而是已经住在你生活里的。每一句看似只是提醒，其实都是前人写好的剧本段落，等你哪天撞剧情时自动加载。你不用翻书，也不用查出处，因为你已经在生活里把它们读完了。现在我们要聊点有点尴尬但又特别真实的事。增广贤文里那些看起来特别经典的句子，其实有不少都不是他原创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书里藏着一大堆金句版权问题。而最有趣的是，他从来不遮掩这事，反而越抄越红，越红越抄，直到所有人都以为这些话就是他发明的。比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这句最早出自《尚书》，年代比增广贤文早了1000多年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来自老子。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，是韩非子的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这种听起来像贩卖焦虑的话，其实早在中晚唐5代时期诗作里就出现过。但到了增广贤文里，他们像重新装修过一样，排排坐，穿上统一制服，直接变成了增广出品。这也难怪很多人以为这些话原声自带。
你去问问身边朋友，有多少人能说出满招损出自尚书，基本没人在意。大家只记得小时候在书上、在墙上、在奶奶嘴里听到过，就默认他们都属于增广贤文。这就像现在社交平台上的语录图片，你压根不知道那句你努力的样子真好看是谁先发的，但只要他刷得多，你就信了他该在。这就是广为传播带来的版权模糊。你红了，大家都愿意把别人的好句子贴你身上，久而久之，他们的出处模糊了，原文淡出视野，组合者却变成了默认作者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增广贤文对这事完全不避讳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想靠原创立名，他的使命是整合。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不是他写了多少新句子，而是他帮大家把好话都搬到了门口。就像便利店不发明商品，但他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集中放在一个容易拿到的地方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增广贤文的内容那么熟。你第一次读时，十有八九的句子你早就听过，听老师讲过，听老人说过，甚至在别的书里见过。但当这些句子集中在一起，不再散落成零星参考，而是排成一对，念起来有节奏，记起来有逻辑，那种熟悉感反而成了他最强的武器。而且别看他借用那么多句子，他借的一点不乱。编辑者在整合时讲究章法，不是乱贴的。他们会把情绪相近的放在一组，把用词风格类似的串起来，有时还会用对仗、押韵，强化节奏感。比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近水知鱼性，近山识鸟音。这两句合在一起，不光顺耳，还有种讲完道理顺便抒情的美感。还有人总结过，增广贤文最常用的句式是并列加对比，这让它在口头传播中格外有冲击力。例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这种冷暖对照式的句子不只好记，还让人立刻能联想到生活情景，哪怕你不识字，光听也能听出哲理。那问题来了，他这样拼贴的写法是不是抄袭？按现代版权逻辑，当然是。但别忘了，他成书时，整个世界根本没有知识产权这回事。当时的文人写书，最大的愿望不是保护原创，而是愿天下人皆传之。你写出一句好话，如果能被放进增广贤文，那简直是时代认可的象征。而且抄归抄，它可不是照搬照抄，很多句子在增广贤文里其实是改编后的版本。比如原本《左传》里说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，增广贤文就会改成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，语之无理，听者不信。加了节奏，添了补句，让句子更接地气，更好传播。类似这种二次加工的例子数不胜数，它更像是一个古代的内容编辑部，有点再创作的意思。原料拿来是别人的，但排版、组合、打包、调味全是自己动的手。所以你说他是古人抄书王吧，他也确实是民间文化整合王。这种做法也给后人立了个很实用的榜样。知识不一定要原创才有价值，能把散落的经验编织成有序的内容，能让人愿意读、听得懂、记得牢，也是一种贡献。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增广贤文的传播面那么广。它不是一本让你惊艳的书，但它是一本文字界的老朋友。你知道它不是最新的，也不是最炫的，但你信它稳，它懂事，它不装，也不会忽悠你。你今天不看没关系，等哪天你心烦，你纠结，你遇到点人情上的不对劲，只要你翻它一眼，总能找回点心理安全感。你看，哪怕他偷了那么多句子，
我们依然愿意把它供在心里，甚至一不小心还要把别人说的好话也算成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求被记得是谁写的，他只想被用、被听、被传下去。这大概就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智慧。增广贤文总是被人拿来和三字经、千字文摆在一起，好像是古代人生三件套之一，甚至很多学校或者私塾会把这3本一起教、一起背、一起放进家庭书架。但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，甚至可以说，增广贤文在这3位当中是那个被误会最深的邻居。三字经和千字文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写出来的，有章有法，有起承转合，甚至讲究韵脚和结构。三字经开篇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是系统在讲人该怎么成才。千字文开篇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是摆出古人对自然、历史的想象，属于科普加启蒙加语言训练3合1。而增广贤文呢，压根儿没结构，更没有开篇立意，它是你翻开哪儿讲哪儿的生活锦囊。有人说，三字经是教你怎么做个理想的中国人，千字文是告诉你这世界长什么样子，而增广贤文则是告诉你，孩子啊，现实没那么理想，做人得留个心眼儿。这评价未必全面，但确实很形象。很多人小时候以为增广贤文也是教科书，是要背诵、要默写、要考试的那种。后来长大了，才发现它其实更像是老祖宗留下的一本处世备忘录，甚至有点像长辈专用唠叨合集。逢人且说3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宁可人负我，切莫我负人。这些话没那么高大上，却特别有用。这就是它和三字经、千字文的最大不同。三字经教的是正统价值，强调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。千字文像个文艺青年，想带你认识世界，提升文学素养。而增广贤文则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大伯，用半杯茶的时间告诉你，社会复杂，别太单纯，能稳住最重要。还有个区别特别关键，三字经、千字文讲究统一版本。三字经最初是王应麟写的，千字文是周兴嗣原创的，虽然后人有改动，但主体基本一致。而增广贤文从来没有正本，你去不同的地方翻不同的版本，句子顺序不同，有些内容甚至压根对不上。这不是编辑马虎，而是它本来就是不断增补的。你可以理解为它是那种开放式文档，谁都有资格往里面丢1-2句，丢的多了就变成新版本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使用场景上。三字经常出现在私塾课堂，被老师当作启蒙教材，从头教到尾，一句不差。千字文多用于书法练习，结构工整，词藻丰富，是识字与修辞的训练本。增广贤文呢，它的教室是茶桌边、炕头上、田埂旁，讲的人可能不识字，听的人可能才5岁，但一句一句却能讲得头头是道。你说它庸俗，可它的庸俗是经验堆出来的厚重；你说它啰嗦，可它的啰嗦是日子积累下的忠告。它从不自称经典，但就是这么一句句的进了无数人家、无数人心。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，三字经、千字文内容封闭有限，早年一背完就结束，而增广贤文不一样，它一直在更新，每一代人都会往里面加点自己的理解。你家奶奶讲的版本可能比你在网上搜到的还多几句，你小时候听过的一句可能压根儿不在任何一个版本里，但你一直记着用着。这种流动性让它拥有了生命力，
也注定它不可能被编纂定版。而正是这种非标准化，让它显得格外真实。你不需要记住它所有的内容，但你总有那么几句是你听过、记住、用过的。它不像三字经那样让你背完即走，它是那种你以为忘了，但在某个人生节点，它会自己跳出来的那种文字。你谈恋爱失败，他来一句知人知面不知心；你遭遇职场排挤，他提醒你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你感觉努力没用，他拍拍你说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这不是高深学问，这是生活语气，是共情，是一句话换来的一点点安慰。所以别再把增广贤文当成三字经的附属品，它是自己的一条河，一种声音，一种扎根民间的活知识。它不是精英式灌输，而是群众式传递；不是统一答案，而是千万种处事方法的浓缩提炼。如果说三字经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读书人，千字文让你看见文化的广度，那增广贤文就是在提醒你，别光看书，还得看人，别只学诗理，也要学分寸。你可能以为增广贤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种几十页的小册子，封面印着毛笔字，夹着一页页泛黄纸张，一本讲完人生的道理就那么几百句，简单明了。但你错了，它其实有很多兄弟姐妹，有的叫增订本，有的叫全注全解本，还有的干脆叫豪华增补版、修订附图版。一翻开，句子变长了，插画加了，注释塞满了，一本比一本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增广贤文从来就不是一块封死的砖，而是一锅一直在翻滚的汤。每一代人都往里加点料，加到后来就成了穷通版、豪华版、加长版的群体大作。原来的那几百句被层层包裹，夹在越来越多的新句子中间。于是你就会发现，有些版本你看着看着，突然冒出一句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或者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不是增广贤文原句，而是后来借壳上市的流行语。早在清代，民间就有书商发现这本书特别好卖，但几十句怎么够卖呀？多印几页才能多卖点钱。于是他们就开始收集更多的名言金句，把其他书里的、坊间流传的，甚至自己编的一股脑塞进去。句子越多，看起来越值，买的人也就越多。一个原本轻便好背的小册子，慢慢变成了句子大全，甚至有点劝世警急的味道。比如最初的版本可能只有200来句，但后来加到300、500、700都有。有些版本甚至开头都改了，加了类似开卷有益、启迪后人之类的套话，看起来更像一本人生操作手册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的版本为了迎合讲理又讲美的需求，配了插图。一个小孩子坐在书桌前，一只仙鹤站在窗边，画面边角写着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下一页是一位白发老人扶着拐杖，背景是落日残霞，配文是人老心不老，事多当自勉。你听着像鸡汤文，但它确实出现在增广贤文的某些版本里。这些升级版虽然格式不同，风格混杂，但核心目的很一致，要好卖，要能用，要好记。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不同地区还有地域特色版。南方版本多一点家族伦理，比如尊长爱幼，乃为人之本；北方版本偏重人情世故，比如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有的还会加上一些当时流行的励志语录，像是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古代前身。更有甚者，
到了民国时期，有些新式书局为了让这本书赶上时代，居然在增广贤文里加了政治话语，比如教育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民族强。你要是不注意，还真以为是哪个清末改良派写进去了。当然，这些版本虽然各有出入，但却都保留了一个共性：形式朴素，语言明白，节奏干脆，不用解读，直接理解。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性，而是为了实用性。说的直接点儿，增广贤文活得像一个应用型程序，每一次升级都是为了适应新用户的需求。你可以不全看，但你一定能从中拿走几句对你有用的，立刻能套到自己生活里的句子。而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性，它变成了一个永不完工的工程。你今天看到的版本不是原版，但它却反映了那个年代、那个地区、那群人的生活理解方式。它在不断改写，但每一笔改写都是人们在说，我还有一点点自己的经验也想放进去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魔改本。不是它不严谨，而是它从一开始就不想做一个封闭的典籍，它就是一部开放源码的智慧拼图。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句子，每代人都可以调试自己的版本。在信息还靠口口相传的年代，这种拼贴模式反而让它更容易活下来。你不用等官方修订，你家里老人随口多说几句，它就是本地升级。你老师写在黑板上一句不在书里的警句，它也能被自动归入增广系。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参与感。你看着版本不一，内容混搭，逻辑跳跃，但它偏偏就被一代代人记下来，用起来，传下去。没有统一审校，但人人都在引用；没有著作权保护，但人人都在背诵。这诗歌在别的书身上可能会被批评成散乱，可在增广贤文身上，它却成了一种自由活力。不管你从哪一页读起，都是生活的一角；不管你翻到哪一句，都能对上某个瞬间的心情。说到底，它从来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古书，而是一块灵活搭建的智慧地砖。你踩过，它就印在你心里；你讲过，它就继续往下传。增广贤文最初是用来劝人修身齐家的，现在却频频出现在朋友圈、短视频、早安语录背景图里。这转变过程有点像一个本来在庙堂之高做训导的老先生，忽然穿上毛衣，端起保温杯，开始在微信群里发：人到中年要学会沉默。你别说，还挺自然。这本书的现代适配能力非常强，它不像其他古籍那样需要文言文功底，不用标注小字解释典故，也不需要翻译辅助。它本来就是通俗口语版，从哪一页读起都不奇怪，从哪一句引用出去都像是金句，所以它才能轻松融入今天的社交平台，在早安图、养生课、鸡汤视频中常驻演出。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在刷手机时看过这样的图？背景是一片晨雾缭绕的山林，中间写着千学不如一看，千看不如一练，角落标明每日晨语，或者是一张奶奶晒太阳的照片，配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又或者是一只小狗蹲在门前，旁边贴着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它们看起来像现代语录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摘自增广贤文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这些句子即使脱离了原书环境，依旧不违和，因为它本身就是零散逻辑集合，你怎么摘都成立。它不讲上下文，只讲此刻你看这句话是否对你有触动。正因如此，它比大多数古书更容易被现代人重新认领，甚至在一些婚礼、葬礼、开业仪式上，也开始出现
增广语录。比如婚礼上长辈讲话，夫和妻顺，家道兴隆；葬礼挽联上写，生前行善积德，身后流芳百世；开业横幅挂着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这不是单纯用古话装饰，而是因为这些话在很多人心里代表了正统的祝福。更妙的是，现在很多企业培训、情绪管理，甚至心理疏导，也开始引用增广贤文。讲员工忠诚，就念忠不避危，义不逃难；谈团队合作，就用众志成城，积土成山；讲情绪管理，就搬出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你乍一听以为是哪个知名管理大师的金句，翻一翻才发现是老祖宗几百年前就说过的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靠的就是它的语义弹性。一句话既能用于家教，也能用于职场；既能用于日常生活，也能用于人生哲理；既能独立使用，又能拼接组合。它是那种天然的可复用语料库，而且它本身自带权威感。你把自己写的鸡汤句子发在朋友圈，可能会被朋友调侃你这话有点水，但你加一句增广贤文，立刻就不一样了。哪怕这句话根本不是原文里有的，哪怕你刚编的，只要你挂上贤文名号，它就像自动获得了传统加持。当然，也有人批评这种滥用会让增广贤文失去原味。但我们换个角度看，它本来就是不断被改写、被补充、被乱入的书。今天的这些误用，其实只是它生命周期中的又一轮民间更新。这些现代传播场景其实和它古时候的传播方式如出一辙。那时靠茶楼、街巷、说书人，今天靠社交平台、短视频、语音、直播。说到底，增广贤文的传播始终没有脱离口语化、场景化、共情化这三个核心。它能适应任何传播介质，只要有一个人开口讲，另一个人点头听，它就又活了一次。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点是，现代人压力大，节奏快，很多时候没空去读整本书，只想迅速抓住一句话来安慰自己。增广贤文正好提供了这种低密度、快吸收的内容方式。一句话，一个段落，一个段落就是一个情绪锚点，不需要解释，也不需要反复思考，只要你此刻看到它，就能暂时缓一口气。而这恰恰是现在很多人阅读的真实需求，不是追求深，而是寻求稳。也难怪有些心理博主会在结尾加一句，今天的内容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听起来老派，但很多人愿意点赞转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像新潮语录那样刺激焦虑，它是温的、稳的，像长辈摸你后背那一下，轻但能让你安静下来。增广贤文已经从一种古籍悄悄变成了一种情绪出口。在这个高速运转、快节奏、容易焦虑的世界里，他用老派的语言提供了一个暂停键。他不告诉你怎么成功，但会悄悄地说一句吃亏是福。他不鼓励你爆发，但会说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这不就是现在最稀缺的那种声音吗？说到底，增广贤文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在于它多深奥、多有文化含量，而在于它装得太像一个不会说教的长辈。他永远不像《论语》那样板起脸讲学问，而是像你家村口的大爷，一边抿茶一边慢悠悠地说，你要记住啊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你不觉得他在训你，你只觉得他说的有点意思。他的智慧聪明地藏在装傻里。装傻不是没内容，是说得像没内容。真正聪明的说话方式，不是让你佩服，
而是让你放松，让你觉得这人懂我。增广贤文就是这么个路子，不摆架子，不压你，只讲常识，但讲的像是你小时候就听过的旧话，句句都有回音。你细品它的语言结构，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你应该如何的句式，它从不强制命令，从不评价谁对谁错，它只是陈述。比如他不会说你要勤劳，他说的是勤有功，戏无益。他不会说你不懂感恩，他说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他不会说你做人要谨慎，而是轻飘飘的来一句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他不扮演法官，而是演一个邻居，坐你旁边叨叨两句，句句平常，却句句扎心。这种低压智慧特别适合传播，你不需要情绪准备，也不需要学习姿态，随手翻一句就能带走点经验。哪怕你今天只是想刷个短视频，他突然蹦出一句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你也会愣一下，哪怕你不同意，脑子也会不自觉地想一想。他的聪明还在于懂得收，一句话讲到7分，留下3分让你自己体会。比如逢人只说3分话，他没有说后果，你会自己去想。良田万顷，日食3升，他没评判贪婪与否，你听完自然会思考。知足常乐，他没解释为什么，你自己去对照现实，自然能找到答案。他讲道理从不着急，你今天听不懂没关系，他不催你。你明天忽然想起，他也不骄傲。你甚至可以不记得这话从哪儿来，但你记得这话在关键时候给过你一点情绪稳定，这就够了。再看他的人设，不摆高人姿态，不讲大仁大义，只讲怎么好过日子。他不塑造英雄，也不推崇圣人，他教你的是如何在日子里别太累，别太拧巴，别太吃亏。所以他讲忍让，讲节制，讲感恩，讲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全是市井人的生存逻辑。比如那句经典的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你表面听是劝人行善，实际他是在告诉你，日子太复杂，不要老想着结果，做对的事就行。它不是佛家经文，却比佛家讲的还接地气；不是鸡汤，却比鸡汤还讲究分寸。人情似纸，张张薄，事事如棋，局局新。你一听就知道是从生活里熬出来的，不是书房写出来的。他不打比喻，只写实感，不是为了押韵而押韵，而是因为生活的节奏就是这样。句子顺了，你的心也就顺了。最厉害的是，他总用极简的句式说极复杂的感受。比如言多必失，就是在告诉你别太话痨，容易出错。举头3尺有神明，不是迷信，而是劝你别太任性啊，有人盯着你呢。这种话说出来没什么压迫感，但你听完会沉默一下，想想自己最近有没有说太多，做太满，想太急。这些句子没有一个在教你，他们都在提醒你别太自信，别太贪快，别太讲理。做人呐，不光要有理，还要知趣，不光要争赢，更要活得好。这种提醒比教训更有效。增广贤文根本不是那种需要捧读的智慧书，它是陪你坐着的那种安静朋友。你可以不翻它，但它总会在你某个时刻跳出来。你刚受完委屈，他来一句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你刚骂完人，他慢悠悠说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。你想冲动时，他会冷冷丢下一句事到临头莫惧怕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他不是冷静，而是冷静背后还有点人情味儿。他不是精明，而是精明之后还有点善意。
他不是在劝你服从，而是在教你怎么活得更自在一些，不委屈也不强求。这才是他装的最像没智慧的地方。越不喊自己聪明，越显得聪明；越不讲究我是金句，你越把它当真理。他不是靠说服你，而是陪着你，让你自己走出道理。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：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这句几乎人人听过，也人人认同。讲的是语言的分寸感，情绪的温度，也讲了一个最基本却最难做到的事：讲道理不能太用力。你越想说服别人，别人越可能抵触；你越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听的人反而不自在。增广贤文全书就是一部讲理不讲硬的典范。你会发现他几乎没有那种非黑即白的表达，很少说必须、一定、绝对。他不搞绝对真理，而是偏向温吞、灵活、含蓄的提示语。比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听着像因果律，其实后半句常常是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他留了余地，给了解释，讲的是过程，不是裁决。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他没有告诉你你不可以自大，而是委婉地说，你要是太张扬了，可能吃亏；反之，低调反而有好处。这种话说出来，不带火药味，却能悄悄地改变一个人的行为。增广贤文的语言风格本质上是暗示型的，他不抬高自己，不压低别人，也不试图抢话语权。他更像是在说，我也不是神仙，只是走过这些路，看到过一些坑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你可以不听，但你一旦经历过，回头就懂了。这比那些高高在上的训诫强太多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正郁闷着，突然有人指着鼻子说，你就是不努力，他肯定烦。但如果你轻声念一句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他也许不会反驳，甚至会点头，那是哦。这就是低声道理的力量。它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它尊重听者的感受，它不给你压力，而是引导你自己思考。很多话听上去像在讲别人，实际讲的是你自己。比如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你以为是在感叹世态炎凉，但再看一眼，可能你也是那个情薄的人。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你以为是保护自己，其实也提醒你别听谁都信。再比如近水知鱼性，近山识鸟音，表面讲的是环境，实际讲的是换位思考。他讲道理从来不急，不霸道，不渲染，就像老茶馆里那壶泡了很久的普洱，一点不抢味，却后劲十足。你刚听时觉得有道理，但往后日子一遇事，它就自动跳出来，咚的一下落在你心口上，你才知道这话不是说着玩的，是劝你慢慢悟的。而这也是增广贤文与现代表达方式最大的不同。现在我们太习惯快速输出，直接观点了，哪怕是在讲道理时，也恨不得带上3点式、5步走，论证一整页，然后甩个结尾。所以我说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你讲的再清楚，听的人也未必接受。但增广贤文不一样，他永远不给你结论，而是给你一面镜子。你站在镜子前，看到什么，信什么，悟什么，全由你自己决定。这种方式才是最能在心里留下痕迹的说理方式。他也特别懂得分寸感这个词，比如他从不把孝说成绝对命令，而是提醒你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轻描淡写的一句，你的眼泪就下来了。他也从不劝你盲目隐忍，而是说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既给你台阶下，也给你情绪空间。他好像永远知道，
人不是听不进去道理，而是不喜欢被人用我对你错的姿态来灌输。增广贤文把自己藏起来，退一步，只用生活经验当桥梁，让你自己走过来。这种温柔的方式反而让人心服口服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他其实非常擅长打比方，不是那种长篇大论的比喻，而是贴着生活来的小例子。比如家丑不可外扬，宁做鸡口，无为牛后，说的是生活哲学，也是人际策略。你听完不一定马上改变自己，但你绝不会忘。忠厚传家久，他不喊口号，也不搞煽情，就轻飘飘一句，却让你想起那些默默无闻、脚踏实地把家族撑起来的长辈。你再看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已经不是在说读书能致富这种事，而是在提醒你，踏实学习是最靠谱的自我提升方式。这些话都不喊大声，却扎得很深。他讲理，但不让你觉得自己错；他指出方向，却不指责你走弯路；他说服你，但从不逼服你。这种讲理方式，真的比千篇一律的大道理更耐用，也更让人感激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增广贤文的语言不是高明的，而是得体的；不是震撼的，而是可信的；不是光芒万丈的，而是刚好落在你需要时的那一束微光。有时候讲道理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别急着讲理。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也都有自己的语言方式。增广贤文这本书之所以能一代代活下来，不是因为它一成不变，而恰恰是因为它特别能改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每一代人都能在里面看到点自己，然后忍不住加点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句子、自己的时代情绪。于是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不断被改编的活体文本。明清时期，有人往里加忠孝节义；民国年间，有人往里补自立救国。到了现代，什么低调做人、高调做事，不逼自己一把，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优秀，这种句子也能在某些 XX 贤文的版本中找到影子。你一眼看过去，甚至分不清哪句是原文，哪句是现代人掺进去的，因为他们都讲理，都顺口，都有点像老祖宗说的话。这其实就是增广贤文的本质，一部可以无限追加内容的智慧拼图。它没有边框，没有固定页数，没有终稿，你愿意往里添就添一句，只要这句话讲得通，有人认，它就能被留下。这种开放式结构在传统典籍里极为少见，而这也导致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，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手里的版本才是最正宗的，但你要真去比对，会发现各地各年代版本的重叠率可能连一半都不到。有的版本开篇是昔时贤文荟汝谆谆，有的版本开头直接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还有的版本干脆加了目录和章节标题，像极了一本古代心理学教材。有些学者不服，觉得这书太乱，搞不清源头，也没办法考证到底谁改了什么。但你换个角度看，正是因为他没有封闭自己，才让他有机会在每一次文化变化中自动适配，不被淘汰。别的书讲完就放在书架上，而增广贤文是你活着用的，过日子用的，跟人打交道用的。只要你还在活着，它就还有新的一句要说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，有些书局出版的增广贤文中加入了知识改变命运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新句子。而到了互联网时代，有些公众号甚至会用凡事看淡一些，日子才能轻盈这样的句子打上增广贤文的标签，吸引点击。你说它乱编，但传播效果确实比很多严肃文献还广。
甚至还有行业定制版。有人把它改成了销售增广贤文，句句都是客户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客户如初恋。还有职场版，专门收录低调做人、稳步高升之类的话术。更夸张的还有婚姻版，里面有吵架没有赢家，冷战没有赢家，沟通才有未来。你看着荒唐，其实跟它的历史没太违和。因为增广贤文从一开始就是一本为现实服务的书，不是为研究而生，而是为使用而活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不断被二创。别人改动一句古诗，你可能觉得是亵渎，但你改增广贤文，没人生气，反而有人点赞。哎，这句说得好。这背后说明了一件事，他的权威不是靠学术建立的，而是靠群众共识积累的。他不是因为是谁写的而被尊重，而是因为说得准、说得好、说得稳而被信任。而这种群众审美的方式，也恰恰是一种更温柔、更民主的文化生产方式。你不用等专家认证，只要你说的话能让人点头，它就有资格存在。这种机制把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感受、情绪、经验都变成了文化贡献。这种机制并没有让它变得庸俗，反而让它越来越多元。你能从不同版本的增广贤文中读出不同人群的期待。农民看重的是勤劳致富，商人讲究的是人情往来，教师强调立身端正，职员关心谨言慎行。每一群人都能在里头找到自己要的那句话。这说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，而是一张巨大的语言容器，能装进所有时代的情绪和道理。你焦虑，它有慰藉；你骄傲，它有提醒；你迷茫，它有提示；你想认命，它还会反过来给你一句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所以你问，这到底哪句才是原句？其实没人知道，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此刻读到它，它正好对你说对了话。就像你走在街上，看到墙上刷着一行字，凡事看开点，日子才顺。你可能笑笑，也可能心一软，这一软就是他的胜利。哪怕他被加料、被改写、被误用，他都不恼不怒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你还愿意听，他就还在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终于可以直说，增广贤文从来就不是一本书，它是一种流动的、口耳相传的人民智慧史。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某位大文豪写在书房里的灵感闪现，而是普通人在柴米油盐中反复提炼出来的经验结晶，是一代代人走过坑、撞过南墙之后留给下一代的活地图。这种地图不是精确制导，但它够用。它不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成功，但它能提醒你哪一步容易栽跟头。它不教你如何成为伟人，但能教你怎么在不伟大的日子里保持体面，留住分寸。你可以不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但你总会听过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可以不知道《尚书》里说了什么，但满招损，谦受益一定听得耳熟。你甚至可能没翻过增广贤文的书页，但你的人生里已经被他的语言影响过无数次。这不是阅读，而是渗透。它之所以能渗透，是因为它不是为了传播文化，而是为了保命过日子。他关心的不是天命，不是制度，不是形而上，而是你我身边的怎么说话不招人烦，怎么做人别太吃亏，怎么在矛盾中保住边界。它不是高冷的教科书，而是热锅上的经验笔记。这本人民智慧史之所以动人，不在于它逻辑严谨，也不在于它文采飞扬，而是它极端贴近生活。你读100遍大学，可能还是觉得太抽象，但你随手翻一句“见事莫说，问事不知”，立刻能对号入座。想起那次聚会上说错话，
那次单位里多嘴多事，那次亲戚间的不必要尴尬。他的每一句都像是在耳边轻轻提醒你，别急，慢点儿，话别说满，理别讲死，做事留余地。不是因为你笨，而是因为生活比书复杂，人心比理难懂。这些句子不替你解难题，但帮你多想一步。他就像个走过很多弯路的长辈，不给你方案，但给你线索。你会发现，他也不完美，甚至很多时候自相矛盾。一边劝你吃亏是福，一边又说人善被人欺；一边说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，一边又念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你刚信了他一句，下一句就打脸。但奇妙的是，这才真实。真实的人生就是矛盾并存的，什么该忍，什么不该忍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什么时候低调，什么时候出头，也得自己判断。增广贤文没打算告诉你唯一正确解法，他只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出来，让你自己权衡、选择、担责。这种不给标准，但提供参考的方式，反而更高级。他不把你当学生，而是当一个有判断力、有阅历、有心思的成年人。你看了这句话怎么理解？是你自己的人生背景在翻译它，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是你自己选择的信任，你背后有没有经历过这句对应的场景？是你和他的私密连接。这也是为什么你越长大就越爱翻这本书，因为你终于有了可以理解他的生活经历，你终于懂了那些小时候听不进去的话，原来真的有用。你终于意识到人生很多时候不是靠大道理支撑，而是靠一句话里藏的情绪、分寸和那一点点善意。你甚至开始跟别人讲起它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想把这种说得对、说得巧、说得刚好的智慧分享出去。你成了下一轮的传播者，而他也顺着你又往前多走了一步。它不是写在纸上的，它是活在人和人之间的。它靠口传，靠记忆，靠你不经意说出的那一句老话，一代代流动下去。它从来就不是一本书，而是整个普通人社会的公共意识备忘录。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，不一定被注意，但你离不开它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一直没死。别看它没人署名，版本混乱，结构不清，它没有经典的外壳，却活出了文化的内核。它不是殿堂里的文物，而是每个普通人生活里的一口热茶，一句提醒，一道光。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如果你还睁着眼，说明这趟闲文小旅确实陪了你一段不短的夜路。其实我们聊增广贤文，并不是为了背诵这些句子，而是想重新找回那些看似简单却藏着温度的表达。它不复杂，不高深，不装腔，就像你生活里那个总是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，不会讲一大堆大道理，但总能在你心里最慌的时候说一句别怕，日子还长。也许我们都需要一点这样的话语，不是为了改变什么，而是为了安心的走过今天，迎接明天。现在你可以把手机放下了，让这些缓缓流过你耳边的老句子像风一样轻轻把你送进梦里。我们说了太多的道理，也许此刻不讲道理的睡一觉是最好的选择。